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0月26号至28号访问美国。外交部强调，王毅外长访美期间将表明中方在中美关系上的原则立场和正当关切。此外，中美多层次交流持续进行，中美经济工作组24号举行第1次会议，美方称会议富有成效且具有实质性。民主党内政治新星，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纽森已开启为期1周的访华之行，内地首站他选择了深圳。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宣布，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于10月26号到28号访问美国。王毅外长访美期间将同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同美各界人士友好交流，表明中方在中美关系上的原则立场和正当关切。毛宁表示，我们希望美方同中方一道，将两国元首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加强沟通对话，拓展务实合作，妥善管控分歧，共同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针对有美国媒体报道，王毅外长访美期间将会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和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会晤，毛宁也作出回应。关于王毅外长此次访问的具体活动，我们会适时发布消息。美国媒体对王毅访美的消息关注已久。《华尔街日报》23号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王毅此行与布林肯会谈，预计是为中美领导人预计在旧金山举行的峰会铺路。外界普遍猜测，11月14号起由美国主办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会议，将是两国领导人会面的重要机会。美方对于王毅此访也充满期待。在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今年6月访华期间，中美双方就同意保持高层交往。布林肯还向中国外长发出访美邀请。8月份，美国务院发言人米勒在记者会上表示，美方对于中国外长的邀请仍然有效，但未表示中方是否接受邀请。1个月后，在第78届联合国大会即将召开之际，米勒再次表示，期待王毅能够访问美国。今年以来，更多的是美国内阁高官以及国会代表团访华。那这一次中国外长访美可以说实现了中美两国高层的双向这个互访，这个有助于这个推动中美关系更加均衡，推动了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的这样一个轨道。就另外一个方面，就是如果王毅这个访美成行的话，为下个月在美国召开的艾克峰会期间，中美两国领导人会晤创造有利条件，可能会为这方面进行一些讨论，或者是提前的安排。而中美经济工作组也举行了第1次会议，谈及双边经济关系。财政部网站24号发布消息称，根据国务院副总理、中美经贸中方牵头人何立峰和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7月在北京会谈期间达成的共识，中美经济工作组当天以视频方式举行第1次会议。此次会议由两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主持，双方就两国及全球宏观经济形势和政策、双边经济关系、合作应对全球挑战等议题进行了深入、坦诚、建设性的沟通。中方表达了中方的关切，双方将继续保持沟通。美国财政部方面也表示，这场会议进行长达2个小时，并形容会议富有成效且具有实质性。中美官方9月22号宣布成立经济领域工作组，包括经济工作组和金融工作组。经济工作组由中美两国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金融工作组由中国人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副部长级官员牵头。2个工作组将定期、不定期举行会议，就经济、金融领域相关问题加强沟通和交流。通过了双方经贸团队或者经济工作组面对面的包括视频的对话，能够向对方表达彼此在经贸问题上的关切，能够妥善处理双方在经贸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然后寻求在经贸领域的合作。那为两国经贸关系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提供了这样一个面对面讨论的这样一个契机。那同时也为中美两国关系的总体的稳定和健康发展注入了正能量。
此外，中美地方交流也迈出了实质性步伐。美国加州州长纽森23号抵达香港，开启为期1周的访华之行，围绕人文交流、气候变化、经济发展和旅游业等议题，与中国政府、地方以及企业界有关人士进行交流。24号，纽森一行来到广东，内地首站就选择了深圳。深圳在推进公共交通电动化方面的成就，成为纽森一行关注的焦点。Why did you choose this bus station as the first station? We've been inspired by the extraordinary advancements in the last few years. I mean, to be able to scale this kind of bus network throughout an entire city in just a few years is extraordinary, and this level. So that's the reason we're here, and excited to see firsthand the operation and how this was able to happen in such a short period of time. 纽森前去参观的深圳市安托山公交场站，拥有深圳巴士集团最大的巴士充电设施，并配备先进的智慧化管理系统。场站停放一辆比亚迪仰望系列电动车。纽森与州长办公室高级气候顾问桑切斯一起，亲身体验了这辆电动车原地掉头的高科技。深圳卫视记者询问纽森对于这项技术的看法，他竖起大拇指，赞不绝口。You're taking this back to Sacramento? No, I want 2 of them. How do you think of this technology? I mean, I've been in a lot of electric cars. This is another leap in the technology. I mean, next level leap. And I did not expect or appreciate. Gotta get these. We're working on it. Amazing. Incredible. Yeah, absolutely beautiful. And a beautiful car. 纽森一行下午访问广州，后续还将访问北京、上海、江苏省。So what's your expectation of your whole trip in China? Well, I don't think there's a more essential issue than the issue of climate change. And we need to focus on solutions and strategies and move to this great implementation move. So I'm here because that's what you do best. 23号，纽森访华的首站做客香港大学，话题也聚焦在如何应对气候变化和促进经济增长。香港媒体注意到，中国外交部驻港署理特派员李永胜与美国驻港澳总领事梅如瑞也罕见同场出席。李永胜致辞时说，欢迎中美两地人民更多交流，并欢迎包括美国及加州在内的国际社会多到访及投资香港，分享发展机遇。美国加州州长加文·纽森周一下午到香港大学出席主题研讨会，分享加州处理气候问题的经验。作为访华之旅首站，香港舆论普遍关注他的访华行程会给中美关系带来怎样的作用。不过，在研讨会上，纽森并未谈及任何与中美关系相关的议题。会后，有记者就中美关系提问时，他仅表示没有比气候变化更为重要的议题。加州是全美华裔群体规模最大的州，对华民间交往频繁。同时，加州也是美国的经济第1大州，与中国有着最密切的经贸往来。无论是高科技产业还是农业领域，中美都有很大的合作潜力。56岁的纽森是民主党内政治新星，更被视为未来美国总统的有力竞逐者。他将在下个月同如今正在角逐共和党总统提名，同样被视为明日政治才俊的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进行1对1的电视辩论。加州是美国的这个科技和经济的这个强省和大省，和中国也有非常这个紧密的这个经贸啊、科技啊，包括这个人文方面的这个纽带。那通过此次这个访问来，为未来两国在省州一级的这个更多的这个交流和合作呢，提供了这样一个契机，或者起到一个推动作用。那实际上呢，就通过这样一个访问，我们说这个有助于了达到就是通过这个地方这个层面来推动中美关系来向着好的方向来进行这个发展。自6月以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财长耶伦、总统气候问题特使克里、商务部长雷蒙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先后访华，令中美关系有所回暖。美国学者称，美国其他州密切关注纽森访华，此行成果可能产生示范效应。环球时报的社评认为，客观而言，由于美国对华遏制打压的战略取向日益激进，反华舆论氛围不断恶化。加州州长的这次访问能否为中美关系的整体回暖取得突破性进展，还有待观察。但只要中美地方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得以持续，就是一种积极成果。外交部宣布，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将访美，而美国加州州长纽森本周则开启了为期1周的访华行程。您有什么样的观察呢？王毅外长访美的日程敲定，也是中美外交高层互动和升温的重要的标志。
王毅将与美方高层就中美关系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王毅访美也是中美双方落实巴厘岛元首会晤共识的重要一步，同时为升级中美元首会晤共识进行准备。习近平主席早前在会见美国参议院代表团时强调，有1000条理由搞好中美关系。这一说法是在2017年习近平主席访美期间提出的。中国对美政策是高度稳定的。在特朗普上台之后，中美之间各层级各领域的沟通渠道受到冲击。美方曾经一度认为中美之间有近100个沟通渠道，效率不够高。但是这几年中美关系处于低谷，功能领域的沟通与交流的价值也得以凸显出来。以结果为导向的外交未必会取得预期的结果。中美元首在巴厘岛会晤，除了就中美关系的性质和认知达成重大共识之外呢，还同意在宏观经济、气候等诸多领域建立沟通渠道。加州州长纽森的访华行程就是中美两国重新建立和恢复地方交流的重要的体现。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这是两国元首的共识。最近一段时间来呢，中美关系出现企稳向好的趋势。财经、外交、人文、社会、地方政府等各个领域的交流在恢复。中美关系不是要回到2017年之前，但是经过这5、6年的磨合，中美关系也需要在一个新的状态下稳定下来。对于中美两个大国，除了和平共处，没有更好的选择。美国的战略界似乎也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中美之间是深度嵌套在一起的，不仅是两个政府，也是两个社会以及两个文明之间的互动。在交流互动中逐渐积累信任，减少误解。我想这是大国的相处之道。基于议题而不是先入为主的身份设定，才能让交流顺畅地进行下去。同时，我们也要看到，世界上不只有中美关系，中美关系是国际体系中的双边关系之一。美国没有理由将中国视为唯一，更不是美国面临的唯一的挑战。相反，中国是美国可以进行合作的伙伴。互利共赢的市场。纽森访华的重要议题就是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这议题不仅关系到中美，也关乎世界。通过开辟新的合作领域，中美两国可以将大国政治嵌入到新的文明形态的构建之中。相信这也将是中美两国元首未来可以探讨的议题，可以形成的共识。第10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10月29号至31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在24号举行的媒体通气会上，本届论坛筹备工作委员会常务副秘书长赵宇飞向媒体介绍，论坛筹备工作进展顺利，相关准备基本就绪。赵宇飞表示，截至10月23号，已有包括美国在内的9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确认参会，参会代表数量和层级创历史新高，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国际和地区组织的参与度大幅提升。其中，国防部长级以上代表22位，军队总长级代表14位，东盟秘书长、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副主席、亚信秘书长以及上合组织、阿盟、北约、欧盟等国际和地区组织代表也将出席会议。本届论坛主要有深入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紧扣国际社会安全关切、广大发展中国家集体发声等特点。据介绍，论坛聚焦国际社会普遍关注的重点、热点安全问题和全球安全倡议重点合作方向，鼓励相关方增信事宜、求同化异，加强交流互鉴，增进团结合作，反对对立对抗。深圳卫视注意到，鼓励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小国家代表参与对话、发出声音，一直是北京香山论坛的鲜明特点。自2006年以来，北京香山论坛已经举办9届。从首届北京香山论坛仅有几十名学者参加的二轨对话平台，到如今本届已是有90余个官方代表团派代表出席的一轨半对话平台，无论是论坛规模还是平台规格均大幅提升。据了解，本届论坛除4场全体会议、8场分组会议外，还将举办中外名家对话、中外青年军官学者研讨会、孙子兵法专题研讨会等专题研讨活动，其中将于29号下午举办的中外青年军官学者研讨会备受外界期待。届时，世界各国的
青年军官和学者将就十字路口的国际安全议题展开对话讨论。那除了亚太安全以外，我们这几年设置的话题越来越多了，是全球的大家共同关注的热点问题和安全问题，包括还有海上风险、人工智能、核风险，今年加了一个核风险，这些问题呢，都是我们这个关注的一个那个安全领域。说现在的国际局势这个在发生非常重大的这种变化，可以说是人类地区热点此起彼伏，可以说人类又一次的站在了一个安全的十字路口。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特别期待倾听一些官方代表团，以及一些知名的学者，他们对这些重大的问题，他们有一项什么样的见解？此外，本届北京香山论坛期间，中美军方的互动也备受外界期待。中美两军关系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热点议题。据外媒此前报道，美国国防部表示，美方已经接受了邀请，将参加10月底举行的北京香山论坛。那这一消息也被外界认为是两国军事关系可能回暖的最新迹象。在今天的香山论坛通气会上，论坛筹备工作委员会综合协调组副组长龙曙在回答深圳卫视记者提问时，就对此予以了证实，并透露了美方出席的官员和学者的身份。目前，美国国防部副部长办公室中国事务高级主任卡莱斯等人已经在官网注册，作为团长将出席今年的论坛。同时呢，当时第9届作为这个美国前国防部长助理帮办施灿德今年也是已经注册作为专家学者参加论坛。深圳卫视注意到，此次代表美国国防部率团参会的卡莱斯是首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而以专家学者身份与会的施灿德长期为五角大楼就与中国有关的国防战略、计划和政策等议题出谋划策。自1985年至2012年在美国海军陆战队服役的他，拥有丰富的对华军事和战略及外交事务的经验。此前还曾担任美国海军陆战队中国研究部的主任。深圳卫视梳理北京香山论坛的历次参会人员名单，发现美国每届都会派专员参加，早期是美国驻华使馆的上校武官，后来美国从国内派官员，其中有2年是少将军衔的美国国防大学校长，2018年则派出国防大学下属学院的院长，2019年参会的就是当时五角大楼负责中国事务的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施灿德。可以看出，随着北京香山论坛转向一轨办，美方派出的代表阵容也从学者转向熟悉中国事务的官员加学者的组合。这样一个线下的面对面的交流，这个态势呢，我觉得是值得肯定的，而且呢，也是跟中美之间，现在这个止跌企稳的这样一个关系的这样一个大趋势是相吻合的。美方的代表还有这个他的前助理国防部长帮办施灿德，他们呢都是中国问题专家。如果去看他们的履历的话，你会发现他们俩都是常年跟中国打交道的，是非常了解中国情况的。我觉得就是如果双方能够面对面的会谈，能够有一个这个交流，这其实就释放了一个积极的信号。第10届香山论坛即将举行，美方将派员参会，那您对此有何分析呢？从参会的情况来看，美方参加香山论坛还是很积极的，保持了延续性。就像美国国防部所说的是参照先例参加论坛。中美军方之间的沟通和交流在去年佩洛西参访台湾之后受到冲击和影响。同时我们也看到最近3个月以来呢，中美高层互动频繁，各领域之间的沟通和磋商活跃起来，一些机制性的沟通呢也开始重建。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中美关系朝着稳下来好起来的方向发展，两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呢也是顺理成章的。在9月份，中美双方达成了亚太事务、海洋事务和外交事务的磋商机制。亚太事务、海洋事务关系到亚太地区的安全和海洋秩序的稳定，中美两军之间也需要建立常态性的沟通机制。美方参加香山论坛，释放了建立两军沟通机制和危机沟通渠道的信息。在一段时间来呢，美方将中美军事沟通的问题抛出来，并且将责任推给中方。中国国防部发言人多次指出，中美两军交往并未中断，双方通过军事外交的渠道保持着坦诚有效的沟通。
今年夏天，中美军方在第三方举办的会议期间呢，举行了会晤，这意味着中美军事交流和中美关系的气氛是契合的，也是水到渠成的。国际安全局势动荡，中美作为两个大国，既要和平共处，也要为全球战略稳定承担责任。我观察到呢，在最近一段时间，美国五角大楼对于中国的认知也在调整。过去几年，美国将中国妖魔化、污名化，大打台湾牌。现在看到的是什么呢？欧亚大陆的西端出现了一系列的危机和冲突，而欧亚大陆东端呢，保持了和平与稳定。香山论坛是中国主办的国际性安全对话平台，讲好中国故事，传递中国的新安全观念。当然呢，也为中美军事交流、军事外交提供了平台。军事交流、军事战略终归是国家大外交、大战略的一部分。在这样的框架之下，中美两国两军是可以找到管控分歧、合作共赢的相处之道的。再来关注中澳关系，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将于11月4号至7号访华，并出席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中方对此表示欢迎。这是阿尔巴尼斯上台以来首次访问中国，也是自2016年以来澳大利亚总理首次访华。观察指出，阿尔巴尼斯即将访华，表明过去几个月以来为改善双边关系所做的努力已见成效，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了良好的氛围。澳总理办公室22号发表声明称，阿尔巴尼斯将在北京同中国国家领导人会面，并赴上海出席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访问期间，两国领导人将就经济、气候变化和人文交流等一系列领域的合作进行讨论。阿尔巴尼斯表示，此次访华是确保稳定和富有成效的双边关系的重要一步，他对此非常期待。声明提到，今年正逢澳大利亚工党籍前总理惠特拉姆访华50周年。阿尔巴尼斯表示，惠特拉姆总理的历史性访问为双方的外交、经济和文化关系奠定了基础。这种关系今天继续使我们两国受益。对于澳总理将访华，中国外交部表示欢迎。中方欢迎阿尔巴尼斯总理应李强总理的邀请访华，并出席第6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外交部称，一个健康稳定的中澳关系既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有利于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中方愿同澳方一道加强高层交往，增进各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两国关系持续发展改善，更好地造福两国人民。这是澳大利亚总理时隔7年访华，实际上这个意义是不同寻常的。这反映了中澳关系经过7年的这么一个曲折的一个过程某种程度上说，从一个低谷触底反弹的这么一个重要的一个标志性的一个事件。毫无疑问，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的这一次的访华出席进出口博览会，进一步的彰显了中澳关系在重回正常的轨道。中澳关系在澳前总理特恩布尔与莫里森执政期间出现下滑并跌入低谷。澳方在这期间不仅借禁止中国公司参与澳 5G 网络建设等事件频繁炒作中国威胁，还响应美国带头挑动所谓新冠疫情溯源等话题，导致中澳关系不断恶化。去年阿尔巴尼斯领导的工党政府上台后，在对华关系上展现出务实一面，两国关系逐步转暖，贸易往来也大有起色。澳总理办公室日前称，没有必要改变或取消与中国山东蓝桥集团签署的达尔文港租赁合同，被解读成为阿尔巴尼斯访华创造有利条件。不仅如此，澳方日前宣布结束对达尔文港项目安全审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回应，中方对此表示欢迎，希望澳方继续为中国企业在澳大利亚投资运营提供良好的营商环境。澳政府的声明中也特别强调了两国的经贸关系，称中国仍然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贸易伙伴，双边贸易占澳贸易总额的1/3。声明称，澳中两国已达成协议，中国政府将对澳进口葡萄酒进行为期约5个月的审查。双方同意，在审查结果出来前，澳方将暂停在世贸组织对中国发起的有关葡萄酒关税的申诉。中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22号表示，近期中澳在世贸组织框架下就彼此关
切的葡萄酒、丰塔等世贸争端进行了友好协商，并达成妥善解决的共识。在某种程度上，澳大利亚葡萄酒成为近年来双边关系的晴雨表。在征收惩罚性关税之前，中国是澳大利亚最大的葡萄酒出口市场，无法进入中国市场对业内许多人是毁灭性的打击。澳大利亚对中国的葡萄酒出口已从2019年的11亿澳元下降到2022年的1600万澳元。而与其他一些商品不同，葡萄酒生产商很难找到其他替代市场。澳大利亚人报22号报道称，澳中就葡萄酒达成协议意义重大，即将举行的进博会就是澳大利亚葡萄酒厂商进一步开拓中国市场的宝贵平台。这一次，双方就葡萄酒的这个争端来搁置争议来重启的双方的这种经贸的这种合作，这体现了双方这种相向而行。中澳在这个方面呢，更多的是还是聚焦于未来，来进一步的来深化双方的这种经贸的合作的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现象。不可否认的是，中澳关系仍具有复杂性和敏感性。从安全角度上讲，澳大利亚仍然是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重要盟友。阿尔巴尼斯在宣布访华的消息几小时后，就前往美国与拜登举行第9次会晤，并计划在结束中国之旅后返回美国，出席亚太合组织领导人论坛。分析认为，阿尔巴尼斯此次访美有2大重点目标，首先是进一步推动落实奥库斯协议，另一个重要目标则是在打造关键矿产供应链方面与美方达成一致。阿尔巴尼斯19号对议会表示，此次美国之行的重点是建立面向未来的联盟，并补充说，加强与美国在关键矿产和绿色能源方面的合作关系也将列入华盛顿之行的议程。一边是源自昂格鲁萨克逊血统的天然同盟，一边是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一直以来，澳大利亚被认为是中美之间实施平衡策略，即在政治安全上依傍美国，在经济上与中国保持密切联系。有观察认为，最新外交动向显示出阿尔巴尼斯意图在对外政策上展示某种独立性，而不是对美亦步亦趋。一方面，澳方依然将澳美同盟视为澳外交安全政策的基石，但另一方面也在寻求一定程度的松动和自主。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肖谦近日接受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美国发展正常友好关系与中澳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并不冲突，希望澳方真正从本国和本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多做有利于地区和平稳定的事。 I would say that we respect Australia's right to choose their own partners and their friends and also even their allies relationship. The rel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S. has a historical background. So we have no problem for Australia and the U.S. to develop their normal kind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se two countries. But I want to emphasize that the world is diversified and Australia, I don't see that it should be a problem for Australia to develop its allies relations with the U.S. hand in hand with Australia's partnership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So these two groups of relationship can go hand in hand instead of being, rather than being the confrontation to each other. The relation between Australia and the U.S. has its value, and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has its own value. In some areas we have common grounds, in some areas we have different views, but 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Australia to make its independent decision and judgment that the rel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ustralia is in the interest of Australia, is in the interest of both our two countries. 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许立平在接受深圳卫视记者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只有增强战略自主性，制定符合本国的外交政策和安全政策，才能让澳大利亚自身利益更大化。如果说澳大利亚在这方面选边站队的话，实际上从历史经验来看，特别是从过去的7年的中澳的关系的实践来看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不明智的一个决定所以我想阿尔巴尼斯政府应该在这个方面会有所觉悟。本轮巴以冲突爆发以来，中国同有关各方开展密集沟通，全力劝和促谈，推动局势降温。23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分别同巴勒斯坦外长和以色列外长通电话。
在同巴勒斯坦外长马利基通电话时，马利基介绍了巴方的立场，衷心感谢中方主持公道，发出清晰有力声音，坚定站在巴勒斯坦人民一边，并向巴方提供紧急人道救援。王毅说，中方对巴方特别是加沙人民的艰难处境深表同情，中方强烈谴责并反对一切伤害平民、违反国际法的行为，呼吁立即停火止战，保障加沙民众最基本的生存条件。当前加沙民众最需要的是安全和食品药品，而不是战争和武器弹药。加沙地带最需要的是止战促和努力，而不是地缘政治算计。联合国安理会应该切实承担责任，国际社会必须紧急行动起来。域外国家，特别是大国，应当秉持客观公正，为推动危机降温发挥建设性作用。王毅强调，中方呼吁尽快召开更具权威、更大范围、更有时效的国际和会，推动巴以尽快恢复和谈，并为此制定具体时间表和路线图。同一天，王毅还与以色列外长科恩通电话，科恩介绍了以方在巴以冲突上的立场和安全关切。王毅表示，各国都有自卫权，但应遵守国际人道法，保护平民安全。当务之急是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王毅强调，希望巴以双方从当下及子孙后代共享和平安全的长远利益出发，尽快回到两国方案的正确轨道上来，恢复和谈。中方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没有任何私利，真诚希望巴勒斯坦问题在两国方案基础上得到全面公正解决，各方合理安全关切也因此得到真正彻底解决。中国这个立场啊，是展现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而且现在中国提出的立场主张是直切巴勒斯坦问题的要害，同时呢，现在对加沙和西岸人道主义这个危机的降温有直接作用。中国呢，秉持客观公正这样的立场，那么呢，还站到了这个人类的道义和良知的一边，主持了公道。外界注意到，这是王毅在巴以此轮冲突爆发后首次与当事方外长直接通话。此前，针对巴以局势，王毅曾先后与沙特外交大臣费萨尔、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土耳其外长费丹、巴西总统首席特别顾问阿莫林、伊朗外长阿卜杜拉希扬等沟通，阐明中方立场，为冲突降级、劝和促谈做积极努力。中国政府中东问题特使翟俊也自22号起出访埃及，并出席巴勒斯坦问题开罗和平峰会，并与阿拉伯国家开展穿梭外交，积极推动停火止战。外交部发言人毛宁24号在记者会上表示，中方愿为推动政治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发挥重要作用。只要有利于推动对话、实现停火、恢复和平，中方都坚定支持；只要有助于落实两国方案，推动巴勒斯坦问题全面、公正、持久解决，中方都将尽力而为。我们与国际社会一道，继续为此做出不懈努力。另据法新社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前往特拉维夫，他是继美国总统拜登、德国总理舒尔茨、英国首相苏纳克、意大利总理梅洛尼等后，又一位在此轮巴以冲突爆发后到访以色列的西方国家领导人。马克龙此前表示，希望能通过访问为该地区获得有益的因素。至于是哪些有益因素，他提到了以色列的安全、冲突避免升级以及恢复政治进程，以期实现两国方案。马克龙曾表示，坚定不移地支持以色列及其自卫权，但也呼吁以色列对加沙的哈马斯做出有针对性的反应，避免伤及巴勒斯坦平民。有观察就指出，马克龙此时访问以色列，除了展开外交斡旋，体现法国的大国地位外，也希望通过停以和关切加沙地带人道主义危机的平衡表态，缓解国内犹太和穆斯林两大族群的尖锐矛盾。他不希望这个冲突扩大，产生溢出效应。那现在呢，就是他也注意到这个平衡，也就是说，一方面表达了对这个以色列说这个行使自卫权的这个支持，但是更重要，这个马克龙强调两国方案。这样的话呢，他就想要争取阿拉伯国家一大片，至少是他不愿意得罪阿拉伯国家一大片。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陈斌，陈先生您好。
巴以冲突仍在继续，平民死亡人数在升高，但哈马斯释放2位高龄人质，似乎带来某种希望。那您怎么看巴以冲突今后的走势呢？主持人好，没错，2位高龄人质被哈马斯释放，以及呢第2、第3次人道援助车队进入加沙，都让人感到续写安慰，让人产生一点点希望。看巴以双方呢能否降低交战的烈度。美国总统拜登和英法德意加领导人的呼吁，敦促以色列要保证人道救援物资能够进入加沙，似乎呢也有一定的效果。今天呢，获释的人质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讲述哈马斯对待人质的情况，说呀，哈马斯呢还是很温和，人质有吃的，有床垫睡，也有医生给伤者治疗，看起来呢人质没有受到太大的罪。传递给外界的信息是，哈马斯呢也是人。没有像以色列和美国描绘的那么邪恶，那么毫无人性。不过呢，高龄人质就说这10多天呀，就像在这个地狱中穿行。也可以这么说，给人一点希望的都是媒体挑选出来的亮点。现实层面上仍然是残酷的战争。在与法国总统马克龙会谈的时候放话说呀，打不败哈马斯，每个人都处在危险之中。以色列呢，必须决定性的战胜哈马斯。这也预示了今后的巴以冲突走势。一呢是尽可能对加沙平民提供人道援助，以此呢来换取人质释放，美西方呢就可以适度平息国内的愤怒。2是以色列军队仍在加紧做地面战的准备，等待时机发起攻击。3呢是针对城市作战的特点，以军攻击加沙可能不是大规模的作战，而是小分队多点出击，就像以军所说的多层次行动，从海陆空予以打击。其实呀，小股的以色列军队呢已经进入加沙，和哈马斯进行面对面交火。以军攻击加沙呢是迟早的事，人道援助物资被哈马斯截胡，很可能呢就是地面战开始的导火线。国际社会对政治解决巴以危机做出努力，王毅外长也同巴以双方及多国进行沟通。那您认为外部力量能促使巴以局势降温吗？国际社会对巴以冲突有2个阵营。一个阵营呢是联合国、阿拉伯联盟、中俄及多数发展中国家，呼吁巴以尽快的停火止战，防止局势进一步升级甚至是失控，保护平民，开展人道救援，并且呢按照2国方案实现巴勒斯坦人民的建国权、生存权、回归权。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和中国外长王毅都指出，切实落实2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出路。那么另外一个阵营呢，是美国、以色列以及英法德意加等西方国家，他们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支持以色列打击哈马斯及其他的巴勒斯坦武装组织，但是呢，要求以色列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保护平民，并呼吁哈马斯呢立即释放所有的人质。美西方支持以色列的自卫权，就意味着支持以色列进军加沙，只要不把这个巴以冲突扩大成中东战争就好，没有多少劝和促谈的意思。也就是说，国际社会并没有形成共识，所以呢，这个政治解决巴以冲突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对此中国呢仍在不懈的努力。王毅外长同巴勒斯坦外长、以色列外长以及其他国家的同行密集的通话，希望秉持共同安全理念，来政治解决巴以冲突，落实2国方案，来实现巴以2国和平共存，实现阿拉伯和犹太民族的和谐相处。王毅呢有句话说的特打动人，他说：“加沙民众最需要的是安全和食品药品，而不是战争和武器弹药。加沙地带最需要的是止战促和努力，而不是地缘政治算计。”这呢直指美方的脊梁骨，指出他们对巴以危机拱火浇油的目的所在。可以说，随着国际社会的持续努力，随着各国民众对加沙人道灾难的深入了解，有可能促成巴以局势降温。但是呢，这个过程充满了艰难。过去几十年发生过大大小小的战争，人道灾难层出不穷，但就是没有落实2国方案，冲突循环往复。现在一样，大家呢对人道主义救援都毫无异议，但是对如何实现巴以2国共同的和平和安全，仍然存在较大的分歧。但愿这次呢，能让巴以和谈回归正规，能把2国方案
切实的推进一步。在北京参加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后，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维克多随即访问深圳，匈牙利外交与对外经济部部长西雅尔多也跟随一起到访深圳，这也是他4个月内第2次访问深圳。此访期间，西雅尔多再次接受了深圳卫视的专访，这也是他第3次接受深圳卫视专访。西雅尔多高度赞赏中国“一带一路”对于全球经济互联互通的重要意义，直言“一带一路”为匈牙利带去了大量投资和利益。他同时强调，欧洲国家对华脱钩才是真正的风险。匈牙利2015年和中国签署“一带一路”合作谅解备忘录，是第一个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欧洲国家。近10年的共建合作让匈牙利收获满满。西雅尔多近日就表示，匈中合作是一个真正的成功故事。From your perspective, what progress do the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of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as made? We are in favor of global connectivity, where the nations and the countries can combine their efforts in order to tackle their challenges. One Belt, One Road initiative is an initiative based on connectivity. Therefore, we do support it. So the more successful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can be, is the better for us. Look, actually, we became the #1 investment target of the Chinese companies in Central Europe. This fact brings a lot of investments to Hungary, a lot of modern, state-of-the-art investments with the most highly developed technologies, not to speak about job creation. 在参加完第3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后当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就率团马不停蹄飞赴深圳。欧尔班称，深圳是匈牙利企业家必到之地。而4个月前，西雅尔多刚刚来深参访深圳企业华为和比亚迪。他告诉深圳卫视记者，匈牙利有许多来自深圳的企业。他举例说，华为是匈牙利电信市场非常重要的参与者。匈牙利许多地方的5G 基础设施，包括布达佩斯市中心，都是由华为建造的。而比亚迪在匈牙利生产电动巴士，已经成为是匈牙利市场的领导者。见证了中匈合作的成功以及共建“一带一路”所带来的巨大红利，西雅尔多也一直公开反对欧洲对华脱钩。20号，在西班牙巴伦西亚举行的欧盟国家贸易部长非正式会议上，西雅尔多强调，欧盟应该寻求与中国以及整个亚洲合作。而在接受深圳卫视专访时，他还发出警告：真正的风险不是与中国合作，而是与中国脱钩去风险，这会击倒欧洲经济。You know, the German foreign minister is pushing it mostly, decoupling, de-risking. But in the meantime, as I told you, the CEOs of the biggest German companies are usually calling me to ask me to attract their Chinese suppliers to Hungary, possibly very close to them. So there's we became a kind of meeting point in Europe for the Chinese and the German investments, you know, the Eastern and the Western investments. And it's really great to see in what kind of harmony they are working together with each other. So the real risk for us is not the cooperation with China. The real risk for us is the de-risking. You know, de-risking, decoupling, these are huge risks for the European economy. And I do hope that instead of isolating the Chinese and the European economies, we should work together as tight as it is just possible. And we Hungarians have shown that this is a successful example. So if it works in Hungary, it must work globally as well.